孩子妈妈打死孩子，用不用负责？这句让人头皮发麻的诘问，不是来自旁观者的愤慨，而是出自5岁男童韩寒的亲生母亲陈静之口。2024年3月31日，山东威海文登分局的一则警情通报，打破了这座海滨城市的宁静。3月26日11时03分，医院报警称，一名5岁男童韩寒疑似非正常死亡。警方迅速立案，当日便将孩子母亲陈静及其男友石春超刑拘。起初，案情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韩寒的生父郑仁杰强忍悲痛，含泪向媒体披露了案件细节。一场持续数日的虐童惨案才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当生母默许、男友施暴、死前被锁屋里哭喊、送医途中密谋顶罪等细节被一一揭开，网友们的痛心瞬间化作滔天怒火。一个本该被母爱呵护的孩子，为何会死于最亲近之人的毒手？这场人性崩塌的悲剧，要从一个破碎家庭的缘起说起。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小薇说案。在这里，我们聚焦中国热点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用故事讲述案件，用细节还原真相。小薇说案，让每个故事都有答案。2016年，命运的红线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轻人绑在了一起。26岁的郑仁杰，1990年出生，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一头扎进建筑行业，成了一名常年奔波在工地的技术人员。他性格腼腆，不善交际，建筑行业连轴转的工作性质让他几乎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好在收入稳定，每月8、9千块的工资足以支撑一个小家庭的开销，也让他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期待。而比他小6岁的陈静，彼时刚满20岁，在文登区一所幼儿园当幼师。按理说，幼师本该是温柔、有耐心的代名词，且工作环境同性居多，社交圈相对简单。但陈静的性格却与职业气质大相径庭。她性格奔放，不满足于平淡生活，常年活跃于各类社交软件。两条平行线因为一场相亲有了交集。郑仁杰欣赏陈静的活泼开朗，陈静看重郑仁杰的踏实稳重，相处不久便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婚后的日子虽平淡，却也有着寻常家庭的温暖。2019年，儿子韩寒的诞生让这个小家庭迎来了最幸福的时光。初为父母的二人曾一起熬夜哄娃，一起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郑仁杰更是把妻儿更好的生活当成奋斗目标，拼命在工地上打拼。可平静的表象下，裂痕早已悄然滋生。郑仁杰的工地离家远，婚前便聚少离多，有了孩子后，他总想多抽时间回家陪伴妻儿，哪怕只是看看孩子熟睡的模样。可这份父爱却遭到了陈静的强烈反对。别总往家跑，请假扣工资不说，来回开车的油钱都够给孩子买几罐奶粉了。憨厚的郑仁杰没有多想，只当妻子是会过日子，心疼钱。为了让陈静安心，他每月主动将工资的2/3上交，自己只留少量生活费。即便如此，他一个月也想硬着头皮回家2、3趟。可陈静却不想让他回来。他不知道，陈静的反对并非心疼油钱，而是早已对这段平淡的婚姻心生厌倦。那个活跃在社交软件上的女人，从未真正安于相夫教子的生活。郑仁杰的缺席恰好给了他寻找刺激的空隙。2021年，韩寒刚满2岁，还在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时，郑仁杰便撞破了妻子的背叛。深夜，陈静洗完澡后偷偷出门，与一名男子在楼下车内私会，被郑仁杰抓了个正着。郑仁杰的童年同样缺失母爱，他深知没有母亲的孩子有多可怜。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郑仁杰选择了隐忍原谅，可他没料到这一次的妥协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我1个月能回来
2、3趟嘛。他也不让孩子的母亲也不让我回来，按他说的就是我来回跑得花油钱，我回来还得请假扣工资。那你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挣多少？能挣8、9千嘛，一般我给他5千、6千。按我的想法就是他在外边有事儿，让我给抓现行了，在一起干一些描述的事。我只是把他叫回来，男的开车跑了，我把他的母亲给叫回来了，来处理这个事。原谅并没有换来陈静的收敛，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2年时间里，他依旧频繁活跃在社交软件上，对家庭和孩子愈发冷漠。2023年，他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石春超，这个有着9年习武经历、持有武术教练资格证的男人。他身上带着一种所谓的豪爽与不羁，瞬间俘获了陈静的心。彼时的石春超早已成家，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他依旧与陈静迅速发展成情人关系。一个身为丈夫和父亲，本该懂得呵护孩子的男人，却将魔爪伸向了无辜的幼童。一个身为母亲和幼师，本该坚守母爱与职业操守的女人，却为了情人将亲生儿子视作累赘。这段畸形的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沾满血腥。再次出轨后，陈静彻底撕下了贤妻良母的伪装，他对郑人杰的态度愈发恶劣，对韩寒也漠不关心。在他眼中，这个5岁的孩子不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阻碍他追求幸福的绊脚石。2023年底，陈静以性格不合为由，正式向郑人杰提出离婚，并且态度坚决地要求争夺韩寒的抚养权。这一次，郑人杰再也无法原谅。可当谈及抚养权时，他再次陷入了两难。郑人杰说：“我太清楚没有母亲的滋味了，我不想韩寒重蹈我的覆辙。”再加上陈静幼师的身份，让他心存一丝幻想。我以为他是幼师，天天跟孩子打交道，对孩子肯定是有爱心的，再怎么样也不会亏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最终，郑人杰做出了一个让他悔恨终身的决定，同意离婚，放弃抚养权，将婚后购买的车辆留给陈静，自己净身出户，只盼着陈静能好好照顾韩寒。2024年2月19日，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郑人杰怎么也想不到，这份饱含父爱的妥协，竟成了将儿子推向地狱的死亡契约。离婚仅1个月，韩寒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离婚后的陈静迫不及待地与石春超同居，两人在出租屋里过起了2人世界，而韩寒则成了这个新家庭里多余的存在。陈静不仅彻底切断了郑人杰与孩子的联系，禁止他探视、视频，还和石春超一起用一个冰冷的称呼指代韩寒——机器人。在他们的聊天记录里，没有丝毫对孩子的关爱，只有对这个累赘的抱怨。他们不把韩寒当作有血有肉、会哭会闹的孩子，而是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摆弄、任意处置的物品。当厌恶的种子生根发芽，暴力的魔爪就悄然伸向了这个无辜的孩子。2024年3月22日，一场由睡觉引发的杀机，在陈静和石春超的微信聊天里悄然酝酿。石春超以孩子7点半还不睡觉为由，向陈静提议得狠狠打一顿，好好管教管教。习武出身的石春超脑子里根深蒂固地刻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扭曲观念，可陈静作为幼师，接受过专业的育儿培训，深知暴力对孩子的伤害。令人发指的是，他没有丝毫犹豫，爽快地回答：“行，你帮我一起管。”一句轻飘飘的同意，为5岁的韩寒拉开了死亡的序幕。3月23日傍晚17点半，陈静和石春超来到姥姥家接韩寒。平日里，韩寒大多由姥姥姥爷照顾，与老人感情极深。监控画面里，小小的韩寒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跟姥姥姥爷挥手道别，嘴里喊着姥姥再见，姥爷再见。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绝。爸爸拜拜。回到出租屋，因为韩寒没有按时入睡，陈静率先动手，在卧室里用手打了孩子的臀部，试图用暴力让他屈服。半小时后，石春超走进卧室，
看到涵涵仍在抽泣，没有睡着，心中的恶念彻底爆发。他关上房门，隔绝了孩子的哭喊，用粗壮的手掌疯狂扇打涵涵的脸，用尖利的指甲狠狠掐孩子的胳膊、后背和臀部。涵涵疼得撕心裂肺，哭喊着：“妈妈救我，我不敢了。”可门外的陈静听着儿子的求饶声，却无动于衷。他既没有推门制止，也没有安抚孩子，任由石春超在屋内施暴。当石春超走出卧室时，涵涵的脸上已经红肿不堪，身上布满了青紫的掐痕和巴掌印。可陈静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更没有想过要带孩子去医院。3月24日晚上，这对丧心病狂的情侣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在微信里继续密谋管教的方案。他们的聊天记录里全是打得轻了，下次得狠点之类的字眼，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再次殴打涵涵后，两人竟将遍体鳞伤的孩子独自锁在出租屋里，然后开开心心地出门玩乐去了。被独自留在黑暗中的涵涵，因为恐惧和剧痛不停哭喊，哭声凄厉，惊动了隔壁邻居。邻居担心孩子遭遇不测，果断选择了报警。可当民警赶到时，陈静早已提前赶回家中。他镇定自若地对民警说：“就是孩子不听话，我管教一下，没什么大事儿。”他的谎言让警方误以为只是普通的家庭管教，最终错过了拯救孩子的最佳时机。3月25日早晨，涵涵脸上的伤势已经严重到无法掩盖。陈静担心送他去幼儿园会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怀疑，便向幼儿园请假，让石春超在家照看孩子。可这一决定无疑是将涵涵推向了更深的深渊。上午8时40分，石春超再次对涵涵施暴，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孩子的面部和胸腹部，用拳头砸，用手揪，手段比前一天更加残忍。剧烈的疼痛和恐惧让涵涵当场呕吐，可这并没有让石春超停下施暴的手，反而让他更加暴躁，殴打愈发猛烈。10点钟，陈静从幼儿园请假回家，石春超却阻止他见涵涵，理由是孩子太调皮，得让他好好反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静竟然听从了石春超的安排，在没有见到孩子、没有确认孩子安危的情况下，转身返回了幼儿园上班。中午12点30分，陈静下班回家，看到涵涵的脸肿得像馒头一样，左耳又添了新的伤口。他心里清楚，这是石春超再次殴打的结果，可他依旧选择了沉默，既没有责备石春超，也没有带孩子就医。他的冷漠像一把冰冷的刀，彻底斩断了涵涵最后的求生希望。3月26日，这场持续了4天的虐待，最终导致了最惨痛的结局。涵涵因为全身多处受伤，内脏受损严重，陷入了休克状态。直到此时，陈静和石春超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慌慌张张地将孩子送往医院。可在送医途中，这对自私的情侣想到的不是如何挽救孩子的生命，而是如何推卸责任。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清晰地记录下了这段令人心寒的对话。石春超急切地对陈静说：“你就说是你打的，我什么都没做，亲妈打孩子顶多判得轻点，我要是进去了就全完了。”陈静在恐惧中反复回应：“我害怕，我不敢说，警察会信吗？”他们在车里为了自保争吵不休，完全无视了身旁奄奄一息的孩子。就在这场丑陋的顶罪博弈中，涵涵的生命一点点流逝。当车子抵达医院时，这个年仅5岁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小小的身躯上布满了新旧交错的伤痕，肝脏破裂，多脏器出血。法医鉴定结论显示，涵涵系被钝性外力反复击打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案件曝光后，瞬间在全网掀起轩然大波，网友们义愤填膺，纷纷声讨陈静和石春超的暴行。枉为人母，孩子喊妈妈的时候，他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习武之人不去行侠仗义，反而对幼童下死手，简直是恶魔。幼师的资格证是怎么考的？连基本的爱心和人性都没有。
愤怒的评论刷屏网络，大家都在期盼着法律能给逝去的孩子一个公道。警方经过深入调查，查明了陈静的另一重身份，他曾有开设赌场的案底。2017年2月至8月，陈静经人介绍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在天弘国际等网络赌博网站担任管理员，专门发布赌博链接，吸引他人参赌，并领取高额工资。最终，警方以故意杀人罪对石春超提起公诉，以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对陈静提起公诉。这一指控引发了法律专家的争议。有专家认为，陈静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明知石春超的施暴行为可能导致孩子死亡，却始终放任不管，甚至参与其中，其不作为已经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根据刑法第14条规定，间接故意是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与直接故意杀人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2025年3月25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外，韩寒的爷爷郑建华手持一块牌子，上面用红笔写着4个醒目的大字：杀人偿命。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双眼红肿，神情悲痛。他向媒体展示了韩寒去世时的照片，照片上孩子全身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每一道伤痕都像针一样扎在人心上。韩寒的姥姥、姥爷没有来到庭审现场。郑人杰在采访中解释，今天陈静的家属，也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应该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2个人身体不好，案件发生后2位老人都病倒了。2位老人承受着丧孙之痛，还要面对女儿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已不堪重负。姥姥在得知韩寒去世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让韩寒母亲下去陪他就行了。这句话里饱含着老人的痛心与绝望。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孩子姥姥说让孩子的母亲下去陪他就行了。就是从小就跟姥姥生活在一起是吗？对对对，姥姥比我都痛心，非常痛心。那他没想过自己的女儿能变成这样吗？没有。庭审现场，这场持续了6小时的宣判，揭开了更多令人齿冷的细节。检方当庭出示了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法医鉴定报告和行车记录仪录音等一系列证据，铁证如山，无可辩驳。面对指控，陈静的表现堪称荒诞。他先是假惺惺地向法官求情，我对不起我的孩子，请求法院判处我死刑，让我去给孩子赎罪。可转头又话锋一转，哭诉自己是被石春超胁迫的，希望能得到轻判。当郑人杰在法庭上质问他为什么不阻止，为什么不告诉我时，他只会低着头说，我不知道，我害怕。而石春超虽然承认了检方的指控，却依旧在为自己辩解，声称殴打韩寒是因为孩子不睡觉、不写字，需要管教。当被问及为何对一个5岁孩子下如此毒手时，他沉默不语。对于民事赔偿部分，石春超直接表示自己没有赔偿能力，这份冷漠与他施暴时的残忍如出一辙。法庭上，郑人杰强忍着悲痛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我不接受任何调解，请求法院判处石春超死刑，判处陈静无期徒刑，给我的孩子一个公道。这个憨厚的男人因为对孩子的爱选择了原谅，又因为对孩子的愧疚执着地追求正义。走出法庭时，他身心俱疲，不愿接受过多采访，只反复强调，我只要严惩凶手，告慰我儿子的在天之灵。2025年6月24日，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石春超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陈静犯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零3个月。宣判后，陈静与石春超当庭表示不上诉。郑人杰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这个结果满意。他说，儿子遗体仍在殡仪馆，将拿着判决结果告慰儿子，让他入土为安。这句简单的话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迟来的告慰，也彰显了正义的
最终归宿。韩寒的悲剧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也是一次对人性底线的拷问。一个本该是避风港的家，因自私与冷漠沦为地狱；一份本该最纯粹的母爱，因畸形恋情变得面目全非。首先，我们想说，抚养权的归属不该只看血缘，更该看责任与良知。郑人杰因心疼孩子缺失母爱，轻信了陈静的幼师身份，却没料到血缘抵不过自私，职业不等于人品。而虐童预警机制的缺失，让邻居的报警未能挽救孩子，也提醒着我们，保护未成年人需要更多人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干预。其次，父母二字从来不是特权，而是沉甸甸的责任。陈静与石春超忘记了，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累赘。他们的暴行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也必将被永远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最后，我们更要警惕恋爱脑背后的人性扭曲。陈静之所以会纵容甚至参与虐待孩子，很大程度上是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为了讨好情人，不惜牺牲亲生儿子的生命。这种将爱情凌驾于亲情、道德和法律之上的行为，最终不仅毁掉了孩子，也毁掉了自己。爱情本该是温柔的、向善的，而不是催生罪恶、泯灭人性的催化剂。如今，正义虽迟但到，死刑与15年刑期是对凶手的惩罚，也是对逝者的告慰。可那个会甜甜地喊爸爸、姥姥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那个满心愧疚的父亲再也听不到儿子的笑声了。愿涵涵在天堂被温柔以待，愿这场悲剧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爱与守护中长大，让家永远是他们最安全的港湾。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